江硕一直倒卖凶宅为生。这日英熙家来到江硕店面，一看有客人上门，江硕顿时热情招呼。他以为对方是买房子的客户，对着英熙家就是一通忽悠，还特地奉上阴阳符水茶。但得知老鹰是卖房子给他时，顿时就转变了脸色。英熙家给到江硕大厦照片，江硕一看居然是整栋大厦，刚想拒绝之时，英熙家却突然写出价码。江硕的双眼放光，完全一副奸商嘴脸。第二日，江硕带着二弟秦一恒和三弟袁振来到了英熙家的虎林大厦，可一看此座大厦早已破败不堪。江硕自有主张，带着两人进入，他边走边介绍自己的商业规划，一旁的大婶还给到免费饮料。可当他们来到大厦中庭，英熙家夫人突然出现，她解释今日正是鬼节，按照当地习俗是要祭祀鬼王祈福。老鹰此时出现，知道众人在这里乱搞仪式，随后便热情地招呼江硕三人，解释刚才之事只是一帮乡下人搞迷信，随口便招呼管理员巴宋来处理干净。江硕质疑老鹰之前可没说这大厦如此邪乎，老鹰顺嘴胡诌，说是乡下人求财而已。白昼撑黑伞，明知雨滂沱，这不是求财的信仰，安鬼养性。老鹰赶紧说那庙是自己找人立的，求财而用。秦一恒却没这么容易被糊弄。阴庙，他直言这座庙是阴庙，而阴庙是血，这地上饮料就是给里面供像喝的血。江硕和袁振一听顿觉恶心，老鹰赶紧解释自己绝对没有糊弄大家的意思。而后老鹰向江硕解释，不是所有长相凶恶的神都是邪神，这阴庙所供是驱赶恶鬼招财进宝的鬼老大琵琶宫，而这个名字就连一向见多识广的秦一恒也没有听过。老秦坦言，世界上也确实有自己没听到过的神。江硕一听就不乐意了，赶紧把老秦拉到一边，嘱咐秦一恒不要拆自己的台。刚才老秦要是说这神是邪神，这个楼至少还能再打个8折，他让秦一恒配合一下自己，但秦一恒却苦劝江硕不要买这栋楼，他不知道众人拜祭的是什么，就不能推算这楼发生过什么，而且这楼卖的这么着急，指定是有问题。楼宇在煞位上立阴庙，这肯定是找人算过，楼上所拉黑线正是百折土风，专门是在吸收风煞，更何况还有这个不知来源的琵琶宫。秦一恒提醒江硕不要忘记他们凶宅这行的规矩，如果不能破了这邪事，小心惹祸上身。可江硕铁了心要收大厦，让秦一恒无论如何都要配合自己。江硕再次来沟通老鹰，老鹰说如果他担心的话，自己可以把地上的阴庙拆掉，而后直接招呼管理员巴宋将地上收拾好。我帮你。老婆，你干什么？老鹰赶紧让巴宋去招呼房客，把楼上房门打开，而后告知江硕，这个巴宋父母早已死掉，都是老鹰老婆比较关照他，让他在这里做管理员，但是这个人工作也不行，还迷信，要是江硕买下这里，可以直接把他辞掉。老鹰直接在原价的基础上砍了半折，江硕一听价格砍半，直接喜上眉梢，根本不顾别人劝告，直接跟着老鹰去看房子。房客们站满走廊，老鹰立马去找管理员阿里，准备拿全楼钥匙。可是打开房间，快救人！秦一恒立马向袁振要来鸡蛋。江硕立马要去报警，却被老鹰给拦住。琵琶宫杀人了！琵琶宫杀人！老鹰直说是琵琶宫杀人，秦一恒拿出百蟹丸，直接喂给江硕二人。秦一恒一看，这房间里的不只是一种血咒，被称为发浆。施法者将自己的血液混合头发绞成绳索，将憎恨之人绞死，而且对方被绞杀整整1日1夜，想死死不了，非常痛苦。这血咒通常用于复仇。秦一恒质疑阿里究竟做了什么，会被人这样复仇。老鹰解释阿里是个孤家寡人，平时只喜欢喝点酒而已，从来也不招惹别人。昨天还是好好的。老鹰反咬一口，质疑这事跟江硕3个有关。阿里房间是关着的，而且之前是供奉的阿里的祖先，现在却成了琵琶宫，应该是江硕3人冲撞了琵琶宫。秦一恒当即附和英熙家，认定这事确实是琵琶宫干的，
秦一恒告知江硕，他和袁振都中了琵琶供的邪术，白血丸只能暂时缓解，若不及时处理，二人活不过明天。秦一恒决定亲自出手，把琵琶供逼出来，和琵琶供来一场斗法，叮嘱江硕在他做法时千万不要呼喊自己名字。英西家夫人告知江硕，老鹰这些年信了些奇怪的东西，人变得疑神疑鬼。江硕让他不用担心，三人一定会将危害铲除。原来秦一恒是决定以毒攻毒，居民们都这么相信琵琶供，他只能顺应民意，装神弄鬼，把杀死阿里的凶手揪出来。江硕大声斥责老鹰，都是因为帮他抓鬼，搞得秦一恒把魂都丢了。说着将众人赶到了院子中，让袁振站在门口，谁也不许进，而后拉上窗帘，自称要救回秦一恒。而秦一恒直接醒过来，他发现江硕两人喝的饮料中被人下了一种疯癫蛊，秦一恒的百蟹丸是起到了中和和催吐的效果，而琵琶供的庙则有意盖在了地下室的通风口前面，所以总显得那里阴风阵阵。而刚才阵法中的脚印也是秦一恒事前做过手脚。老秦之所以大费周章来到这间屋子，是秦一恒知道凶手崇拜琵琶供，他们这么一闹，凶手一定会生气，主动来找他们。而这间房间里面正有地道通向地下，老秦决定先下手为强，主动出击，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喂，你等等我。拿着。到底是？站住！前面却被乱木堵住，江硕顺着管道爬行。等他打开房门而出，屋子之中又是一具尸体。江硕冲着老鹰大吼，自己兄弟还在密道里面，追问老鹰到底有什么事情，没有告诉他们。老鹰这才记起里面可能是以前的通风管道，跟地下菜市场相连。而后老鹰告诉江硕，得罪了琵琶供，要走黄泉路把他送走。夜晚来临，仪式开启。老鹰让两人走上这黄泉路，仪式开始，两人需要抬着轿子往前走，走到鬼门前停下，不能进去，因为过了鬼门就是鬼域，而且两人要守住灯火，如果灯灭了，二人可就没了。说罢，二人就准备开启仪式，准备把暗中之人找出来。半路之上，两人身体却不听指挥，而此时的英西家则让夫人带着女儿出去吃饭，自己只想静一下。而后老鹰给父母上香，声称无法把祖产保住，自己不管如何祭祀，都还是被厄运缠绕。更像你放过我吧！王爷，我对不起你。出来之人却是秦一恒，他让老鹰把事情说清楚。停下！喂，人质停下！
秦一恒赶紧将两人唤醒，二人刚才一直都处在昏迷之中，原来黄泉路上的烟里有致幻成分，所以才会出现刚才的幻觉。英西家也终于说出自己杀死拉奎奥的事情。10年之前，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叫做拉奎奥的孩子住进了虎林大厦，但女人不久就丢下孩子走了。老鹰看孩子可怜，并没有赶走孩子，但没想到拉奎奥额头之上却长有犄角。居民们把犄角看成魔鬼的象征，大家想把拉奎奥赶出去，却没想到失手让孩子死掉。在场3人没有报警，将拉奎奥埋在地下菜市场里。江硕一听就热血上头，质疑英西家怕拉奎奥的事情被人知道，因此将其他2名知情人杀掉。老贾则坚称自己只是杀死了拉奎奥，江硕也不听他辩解，直接就将英西家先关了起来。秦一恒看向空中，要杀其他人呢？他顿觉事情不对，赶紧跑了过来。接下，江硕一看老贾身死，顿时心中愧疚万分。老贾的妻子女儿赶到，内心悲伤不已，这让江硕心中更感愧疚。秦一恒决定顺着密道去找凶手，江硕和袁振2人当即跟上。道路尽头，凶手果然在此。一切都是为了你。10年前，孤儿被老鹰妻子从街上捡了回来，但其他孩子看他是孤儿，成天欺负他，找他麻烦。他唯一的朋友只有同样孤独的拉奎奥。拉奎奥的母亲准备狠心割掉儿子头上犄角，可听着儿子的哭喊，母亲终究无法动手，离开了这里。而拉奎奥为了帮助孤儿，却被一帮孩子发现了头上的犄角。拉奎奥死时，孤儿亲眼看到了现场，仇恨日积月累，他一定要为自己的朋友报仇。秦一恒也已经猜到这凶手正是巴松。巴松拿下面具告诉众人，自己就是琵琶公。巴松也说出拉奎奥的真正死因是被几人活埋致死。自从拉奎奥死后，巴松一直都在报复这些房客，让英西家害怕的把地下菜市场关了起来。10年来，他把头发留了下来，做成了3束发锁。他还用师傅传给他的血咒，让这些人为拉奎奥的死负责。说完之后，巴松直接动手，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火炬。他早已决定将这里付之一炬。江硕一直内疚于老鹰的死，拼了性命冲进火场，要去关上卷帘门。3兄弟最终还是逃出火海，江硕也总算让自己的内心好受一些。